中国农村骨灰的文化传承与多重意义。中国农村骨灰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它的存在不仅承载了千百年来的民俗传统，也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经济与精神面貌。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化活动融合了祭祀、商贸、娱乐、社交等多重功能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形式与深刻的社会意义。现代社会中，尽管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许多传统习俗逐渐式微，但骨灰依然在某些地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成为了解中国农村社会、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。起源与历史演变。中国农村骨灰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，那时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，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，生活围绕着农耕展开。作为对自然的敬畏与祈求丰收的方式，祭祀活动成为早期骨灰的雏形。例如，《周礼》中记载了岁时祭祀的传统活动，这些活动在节庆时集合村民进行庆典，并逐渐发展出伴随的商品交换与文化表演功能。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，人们会在春播前举行祭祀活动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并通过这种聚会交流农耕经验，完成物资交换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骨灰逐步演变为一种综合性的民俗活动。到汉唐时期，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，骨灰的商贸功能进一步凸显，开始吸引四方商贾，商品的种类也从简单的农产品扩展到手工艺品、日用品等。唐代诗人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中提到商贾云集，可以看出当时集市已具有一定规模，而这些集市往往以庙会或骨灰的形式存在，成为乡村经济与文化的重要节点。宋元时期是骨灰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宋代城市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农村集市的发展，大量民间表演、宗教活动和商品贸易融入到骨灰中。彼时，各地的骨灰已呈现出地域文化特色，例如江南地区以水乡传世为特点的水会，西北地区以宗教祭祀为核心的庙会等。到了明清时期，骨灰的形式更加多样化，从物资交易扩展到婚姻撮合、法律仲裁，甚至政治宣传，成为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时间与地点的选择。骨灰的时间安排通常与节气、节日以及农事周期息息相关。中国农耕社会讲究天时，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骨灰的举办时间。例如，春节期间，许多地方都会举办骨灰，这既是新年庆祝的一部分，也是村民采购年货的良机。在华北地区，一些村庄还会在元宵节组织灯会，作为骨灰的一部分，通过灯谜、灯展等活动表达新年的喜悦。此外，农忙结束后的秋收季节也常常是骨灰的集中时段，这一时期农民较为闲暇，有更多时间参与社交活动。骨灰的地点选择同样有其独特的规律性，村庄中心地带、庙宇前的广场以及交通便利的交汇处通常是骨灰的首选之地。这些地方不仅方便村民参与，还能够吸引周边村落的商贩与表演者。例如，在山西一带，许多骨灰围绕着当地的寺庙或祠堂展开，形成了庙市合一的特点。而在江南水乡，河流交汇处的码头则是骨灰的主要场所，来往船只将不同地区的商品带入集市，使得水乡骨灰既具有地方性，又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。丰富多彩的活动与内容。骨灰的多样性体现在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参与性上。从物资交易到文化娱乐，再到宗教仪式，每一种活动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意义。物资交易是骨灰最基础的功能，也是其最早的表现形式。在古代交通不便、商品流通受限的条件下，骨灰为农民提供了一个集中交易的平台。农民带着自产的粮食、家禽、蔬菜以及手工制品，来到骨灰换取盐、铁器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。例如，
在北方的山西运城，有一种盐会，以当地盐池生产的食盐为交易核心，吸引了大量商贾和村民。除了商品交易，文化活动更是古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从传统戏曲到民间表演，从舞龙舞狮到花灯游行，这些活动不仅满足了村民的娱乐需求，也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在北方，秧歌表演往往是古会的重头戏，而在南方，舞龙舞狮的热闹场面则为古会增添了喜庆气氛。一些古会甚至会邀请地方名人或艺人参与，为活动增添更多亮点。宗教活动也贯穿于古会之中。作为古会的重要起源，祭祀仪式承载了人们对天地神灵的崇拜。在浙江地区，传统的妈祖庙会便是典型例子，渔民通过祭拜妈祖祈求出海平安。而在陕西一带的土地庙古会，人们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，感谢土地神的庇佑，同时通过这类活动促进村民间的团结和合作。古会的社会功能与深远影响。中国农村古会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，其功能早已超越了物资交换的层面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通过深入探讨古会的社会功能，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经济纽带，古会最初的功能便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。在古代农业社会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较低，许多农民难以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，而古会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易平台。在南方水乡地区，农民通过古会销售自己种植的稻米、鱼虾等水产品，同时购买来自北方的棉布、铁器等商品。而在北方，牛羊交易市场和农具展销会是古会的重要内容。这种经济纽带作用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生活需求，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。即使在现代，许多地区的古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。一些地方政府将古会发展为集商贸、旅游和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投资。例如，河南洛阳的牡丹文化节便结合了传统古会的形式，通过展销农产品和民间工艺品，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。文化传承与地方认同，古会是地方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。通过古会上的戏曲表演、传统工艺展示和民俗活动，当地的文化得以展示并延续。例如，在山西的平遥古城，古会期间会有传统皮影戏和晋剧的表演，这不仅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传统艺术的魅力，也使游客得以近距离接触地方文化。此外，古会还是地方认同的重要来源，它让分散的村民有机会聚集在一起，共同参与庆祝活动，从而强化了社区的凝聚力。社交平台与人际纽带，古会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。对于传统社会来说，古会是村民相互交流的重要场合。在这里，人们不仅可以购买商品，还能通过闲聊了解邻村的情况，交换种植和养殖的经验。在一些地区，古会甚至还承担着撮合婚姻的功能。年轻男女通过逛古会相识、交流，为日后的婚姻奠定了基础。这种社交功能在现代社会依然得以延续。例如，在许多偏远乡村，古会仍然是老人、孩子和年轻人共同的节日。在古会期间，村民之间的互动增多，彼此的关系得以加深。这种社交功能极大地增强了村落的凝聚力。古会的现代化转型与保护策略，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古会的传统形式面临着挑战，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现代化的转型尝试。古会与旅游业的结合，在许多地区，地方政府将古会发展为一种旅游品牌。例如，贵州的苗族姊妹节便是典型的古会形式与旅游结合的案例。这个节日通过展现苗族的传统服饰、歌舞和民间故事，吸引了大量游客，
并带动了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。这种模式不仅让古汇焕发出新的生机，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更多的收入来源。数字化传播助力古汇影响力扩大，互联网的普及为古汇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。许多古汇活动通过直播平台或短视频形式被呈现给更广泛的观众，例如河北某地的庙会舞狮表演因网络传播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。这种传播方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，使得古汇的影响力得以成倍扩大。应对挑战与保护策略。尽管古汇在现代社会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力，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。例如，商业化倾向可能使古汇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，而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兴趣的减弱也可能使传承工作更加困难。为了应对这些问题，需要采取以下策略：一、加强政策支持，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，通过资金支持和法律保护，确保古汇的可持续发展。二、文化教育与传承，通过学校教育和社区活动，加强年轻一代对古汇的了解和认同。例如，举办古汇文化讲座，建立古汇博物馆等。三、传统与创新结合，在保留古汇传统文化内核的同时，融入现代元素，例如将传统舞龙、舞狮与灯光秀结合，吸引更多观众。四、多渠道推广，通过纪录片、书籍以及社交媒体，将古汇的文化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，扩大其社会影响力。古汇的区域特色与多样化表达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的自然条件、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迥然不同，这种多样性使得古汇在不同地区展现出各自独特的风貌。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汇形式及其区域特色。北方古汇，粗犷与热烈的乡村盛典。北方地区气候干燥，地广人稀，这种自然条件塑造了北方古汇的粗犷与热烈特征。在华北平原，许多古汇与庙会密切相关，往往围绕祭祀活动展开，例如河北的正定大庙会。正定大庙会以舞狮、汉传和高跷表演闻名，其场面宏大，节奏明快，充分体现了北方人的豪放性格。此外，北方古汇还常伴有社火表演，这是一种包含舞蹈、杂技和武术的综合性艺术形式，是古汇最吸引观众的亮点之一。南方古汇，精致与融合的文化盛宴。相比之下，南方古汇则更多表现出精致与融合的特点。在江南地区，水乡的古汇以水路为纽带，展现了独特的江南风情。例如，浙江乌镇的水灯会便是以古汇为载体，结合了灯笼制作、民歌演唱和水上游行等活动，营造出一种诗意的节日氛围。在福建和广东地区，宗族文化对古汇的影响尤为深远。许多古汇以祠堂为中心，通过祭祖仪式传递家族认同感，同时融入地方戏曲如越剧和南音，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。西部古汇，宗教与贸易的独特结合。西部地区地形复杂，少数民族众多，其古汇形式具有鲜明的宗教与贸易特色。例如，青海塔尔寺附近的古汇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，每年吸引大量信徒和游客参与。这些古汇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表达，同时也是商品交易的重要场合。当地牧民会在古汇上出售畜产品，并购买茶叶、盐等生活必需品。此外，新疆地区的巴扎集市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古汇形式，这种市场级贸易、娱乐和饮食于一体，充分展现了西域风情。中原古汇，传统与现代的交融。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，这里的古汇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意义。例如，河南洛阳的关林庙会结合了传统的关公祭祀活动和现代的民俗展览，通过戏剧表演、美食展销和民间技艺展示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。
中原古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在商贸与文化之间的平衡，既保持了传统古绘的节日氛围，又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，成为城乡交流的重要平台。古绘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古绘不仅是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。许多古绘活动因其独特性被列入国家或地方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例如河北的五强年画展销会、湖南的苗族赶秋节和山东的杨家埠木板年画展销活动。这些古绘活动中的非遗项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一、表演艺术。表演艺术是古绘中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，包括传统戏曲、民间舞蹈和曲艺表演。例如，陕西的秦腔和山东的吕剧常常成为当地古绘的压轴节目。这些戏曲形式以其生动的表演和深刻的剧情吸引了大量观众。二、民间手工艺。手工艺品的展示与交易是古绘的传统内容之一。在浙江一带的古绘上，精美的竹编、刺绣和陶器展示了当地手工艺的高超技艺，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购买纪念品的机会。例如，扬州的古绘以漆器和玉雕闻名，这些工艺品既具有实用价值，又富有艺术性。三、饮食文化。古绘也是地方特色美食的重要展销平台，从北方的羊肉泡馍到南方的糯米团子，从西部的烤全羊到东部的糖葫芦，各地美食在古绘上应有尽有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味觉体验。这些美食不仅是地域文化的体现，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。未来展望，古绘的文化复兴与国际化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古绘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。一方面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使得许多传统习俗逐渐淡化；另一方面，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，古绘正成为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。加强保护与传承。为了让古绘文化得以持续发展，必须加强保护工作。例如，可以通过建立古绘文化档案、录制相关影像资料等手段，保存古绘的原始形态。同时，应鼓励年轻人参与古绘活动，通过他们的创意与热情，为古绘注入新的活力，推动古绘的国际化传播。中国古绘的独特魅力不仅吸引国内民众，也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。例如，北京庙会已经成为春节期间外国游客的重要体验项目，展现了古绘的跨文化吸引力。未来可以通过加强国际文化交流，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中国古绘中来，从而提升其全球影响力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古绘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，也不断融入现代社会的需求与特点。在此基础上，古绘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得到了多方面的彰显，也成为联系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文化纽带。古绘的民间故事与口述传统。在中国，古绘还是民间故事流传的重要场所。许多关于古代英雄、历史事件和地方神话的传说，都是通过古绘上传播开来的。在古绘热闹的场景中，讲故事的艺人往往成为最吸引人的焦点。他们通过生动的语言、丰富的肢体动作和夸张的表情，将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展现给观众。例如，在陕西的古绘中，关于杨家将和薛刚反唐的故事经常被改编成表演节目。这种讲述传统不仅丰富了古绘的文化内涵，也让观众对地方历史和文化产生更深的兴趣。同时，古绘中的口述传统还表现为对地方历史和传说的传递。例如，在山东的某些古绘中，人们会通过吟唱形式讲述地方英雄的丰功伟绩。这样的文化形式不仅是为了娱乐，也是为了教育后人牢记祖先的成就与智慧。尽管如今电子媒体已经占据了主流，但在偏远乡村地区，古绘的这种口述传统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意义。
古绘的艺术表达与手工艺展览。古绘还是中国传统艺术和手工艺的重要展示平台。在这里，游客不仅可以观赏到传统戏剧表演，还能看到各类精美的民间工艺品。比如江西景德镇的古绘中，经常有陶艺大师带着他们的作品参展，而在苏州的古绘中，刺绣艺术更是吸引了无数观众驻足欣赏。这些手工艺品不仅是艺术的结晶，更体现了制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。此外，古绘上的艺术表达形式还有许多创新。例如，在广东某些地方，舞狮表演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套路，而是融入了现代舞蹈元素，使整个表演更具观赏性和吸引力。同样的，在某些地区，传统的年画创作也增加了现代主题，例如环保、科技与家庭幸福等内容，使得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命力。古绘中的美食文化。古绘的另一大吸引力便是琳琅满目的美食。在北方的古绘中，烧饼、糖葫芦和羊肉串等地方特色小吃随处可见，而南方古绘则以米糕、糍粑和手工凉粉为主。每种美食都蕴含着地方特色和独特的制作工艺。例如，在四川的古绘中，麻辣火锅和担担面成为必不可少的亮点，而广西的古绘则以壮族的竹筒饭和田螺酿闻名。古绘的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，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。在古绘期间，许多家庭会将祖传的特色菜带到现场售卖，通过这种方式，不仅分享了美味，也传承了家族的烹饪技艺。这种饮食文化的交融，使得古绘成为地方美食的重要传播渠道，也为乡村旅游带来了更多的吸引力。古绘的精神价值与文化认同。从更深层次来看，古绘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对于许多农民来说，古绘不仅是一场物资交易的盛会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。在古绘的热闹氛围中，人们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庆祝和互动中。这种集体的狂欢与分享，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。在某些地区，古绘还与地方信仰紧密结合。例如，浙江的某些古绘便以祭祀地方神灵为核心活动，通过祭祀仪式和祈福活动，人们不仅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，也寄托了对生活富足、平安健康的美好愿望。这种精神价值的体现，使得古绘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古绘与生态保护的结合。随着现代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，古绘也开始融入生态保护的理念。例如，在云南的一些古绘中，当地居民会通过手工艺品展览推广环保理念，如使用竹子、稻草等天然材料制作工艺品，并减少对塑料制品的使用。在某些地方，古绘还会举办与生态保护相关的讲座和宣传活动，向公众传递绿色发展的重要性。这种古绘与生态保护的结合，不仅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，也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正能量。例如，某些古绘通过举办植树活动，鼓励游客参与到保护自然的行动中。这种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形式，为古绘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。古绘的未来展望。尽管古绘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，但其未来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。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，融入现代社会的需求，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。